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8号，美东时间11点，欢迎进入直播间的会员朋友们。因为今天的直播只有会员提问，会员专享提问，欢迎进入直播间的会员朋友们，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这个市场最近这一两周的市场波动都非常大，对吧？其实对有时间交易的人来说，有波动大是好事啊。有波动大，有波动才能做波段嘛。对我们学了技术分析的人来讲，不怕波动，就怕没波动，对吧？如果说它就在底下一直盘着，一点波动都没有，你反而会没有交易的机会，就不怕它有波动。那么如果说一直在下面盘着这种，那你一点交易机会都没有，或者说它的这个区间特别小，没有办法做这个低位买高位卖的这种操作的话，也是很无聊的。所以说有这种大波动的话，是不是坏事？如果说你能够掌握这个波动，利用这个波动，我们之所以学技术分析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利用波动啊，对吧？利用波动把这些，如果说你只习惯于做多的话，我们利用这个波动把这些回撤、回档都避开。它这种的好处主要其实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买了，然后拿到6147，如果说你不做任何的差价的话，也没有问题。如果说能够拿得住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测一下，从这个5119到这个最高点是19.95%，20%吧，20%的一个空间，这是你不做差价，你只是在这里拿着，在这里卖，那就是20%。如果说你每一个回档都避开的话，对吧？你只做上涨，那么你可以计算一下，肯定是大于20%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说有那个能力是要多做差价的原因。这样的话，你的成本还能低下来。那么死拿也没有问题。你如果说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关于你的交易周期，交易周期就非常关键了。你的交易周期如果说非常短，那你肯定拿不住啊，对吧？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交易周期是什么，然后配置相应的这个仓位。你不能说我的交易周期非常大，然后呢，我每天5分钟的波动我都受不了，那你不行啊，那说明你的忍受能力和这个交易周期不匹配，这样的话你也交易不好，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交易周期和你的这个个人的，其实跟很多时候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性格就急一点，有的人就是慢性子，他就有耐心，天生的，这好多时候都是天生的这个性格。那么你只能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定。那你如果说你让一个急性子的人，天天的可能是他喜欢每天都想进出，那么你让他在这个位置拿着拿到6147，他拿不住啊，对不对？他每天都想做。那么你这样子做的人，你就不能够去做日线的，你拿不住。你在这个位置买了，赚一点出来了，然后又进又追，对吧？就很容易追涨杀跌。那么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了解自己的性格。为什么说禅论？禅师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及多次，炒股票就是真正的学佛，禅师就是禅中说禅，这个有的人说是李彪啊，就是这个禅师的禅论原文的作者说是李彪，但是无从考证。但是有这个很多文章，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就他说，因为他涉猎非常广，非常广泛，不单单是教你炒股票这些东西，还有很多跟这个学佛呀，还有诗歌呀，这个禅师的这个涉猎特别广。那么他说，炒股票就是真正的学佛。你在这个现实中你也可以学，但是在股市里面你更容易能够有很多的感触，对吧？你天天的考验你，在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考验呢？对不对？很多人的生活其实都是相对的比较平淡的，那么在股市里就不一样了，我天天都有考验，我天天都有考验。我在这个位置买了，我在这个位置卖不卖呀？
这不就是考验吗？在短短的可能2-3周，我就要经受一次考验。那么，我在这个位置卖了，我在哪个位置应该买回来呀？天天都有考验，对你的人性，对你的性格，对你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打磨。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在股市里慢慢学会了等待，学会更多的耐心，对吧？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锻炼的。那么最好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股市。如果说你能够得到这个的话，那么不是来股市里面不是来受罪来了。很多人炒股特别累，特别受罪，特别煎熬，为什么呀？对不对？那么股市其实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你如果说整天追涨杀跌的话，你不可能快乐呀。在该减仓的地方，或在该相对位置高的位置，你去追涨，那么它下来了，你反而去割肉。到了这些关键的支撑线的时候，你反而去割肉，你不可能快乐呀，对不对？所以说，想快乐的秘诀就是，首先要静下来。你只有静下来，怎么说呢？那句话叫定能生慧，对吧？还是静能生慧？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你才能够去更好的一个思考。你天天急急叨叨的、忙忙活活的，你不可能去这个静下来啊。那么你只有安静下来，哎，按照市场的节奏来进出，该买的时候买一点。如果说判断不够准确的话，我就分批进嘛，对不对？出了底分型我买一点，出了底分型买一点，再出底分型我再买一点，分仓位进。然后出的时候它一下上来之后，我就全解套了，这3个位置进的全解套了。那么可以再次出现顶分型的时候卖，或者说可以在第2个也好，或者说后面的，对吧？你在仓位的分配做到这个分批进分批出之后，你就发现你的这个焦虑消失了，对吧？你一旦焦虑消失之后，那么你能做的就是踩准节奏，按节奏进出。那么该买的时候买一点，该卖的时候卖一点，然后慢慢的你的差价就降下来了。很多时候拿不住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你的成本一旦太高的话，你是拿不住的。那么这个我们之所以说要精选个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选好了这个股票，我3-5年我都看好这个市场，我能拿得住。它从现在的价格，我再跌，打个比方，就是现在不是英伟达的这个出了 DeepSeek 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只说这个股票的话，那么它的大周期上，我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因为是给会员朋友们讲的，所以说可以讲的慢一点，再加上现在还没有人那个提问，那么我们就可以慢慢说。那么你看它这个大周期上现在是一个季度的图形，它从10块多涨到了100，这都是复权之后的，对吧？涨到153，涨了这么多。你即使是最近的，除了 DeepSeek 这个事儿之后，本季度是跌了8.多，那么也只不过就是把上一个季度的这个空间给包含了。对吧？它是一个包含关系的，所以说，你如果说长期跟踪下来这个票的话，你的成本都很低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成本，但是长期跟踪下来的话，你不会追在这个位置，你肯定是在下面慢慢跟上来的。那么你的成本如果说一旦够低，比如说在50以下，或者说在100以下的话，你也是赚的呀。现在如果说在100以下的话，你的成本也是赚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是赚钱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你就不会太过于的恐慌，毕竟你是赚的，顶多是少赚一点而已。它现在有回调的话，对吧？那么它既然有回调有波动，那么有这么多的波动，你在自己能够交易或者说这个时间周期符合自己的情况下，你就偶尔做那么几次，你能拿得住啊？因为这个位置你比如说你买进去了，然后你没有卖，然后又下来了，相当于又被套住了，对吧？但是呢，你的成本是很低的，你这次没卖，那再次上去的话，这个位置你肯定会减一点。正常人第一次是吃了亏，没有做出动作，那第2次肯定是会尝试去那个，因为你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吧？再上来你肯定要减的，毕竟你是赚的，对吧？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成本如果说够低的话，即使是这种这么大的波动，针对英伟达它的波动，这个箱体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空间。
11%，对吧？一个10%的波动你是能够忍受的，你的成本如果说在100以下的话，那么这个位置进了你没卖，10%没卖，然后在这个位置又那个又跌到这个新的位置，就是因为这个 DeepSeek 这个事儿，那么你又没卖。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不加的话，它又上去了，对吧？那第二次到这个位置你肯定减了呀。这个第一次没减，那第二次有10%的一个差价又做出来了，那可能又到了成本可能90了或者80，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你这个，你只要选好了这个股票，不是那种啊，这个股票就是出现了基本面上出现了这个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形的时候，那你肯定就不敢这么操作了，对吧？那你肯定是有一些操作可能就是只敢做日内，或者说只敢做隔天交易，那么你的长期持仓是不敢拿的。那么其实很多在昨天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说过一点点，但是没有很深的往里去这个深入讲，就是说很多人误解缠论，觉得缠论就是这么一个技术分析的这么一套理论，其实不然呐。缠论它是一个3个维度的一个这个交易的这么一套理论。哪3个维度呢？一是基本面选股，2看比价关系，第3个才是技术面。为什么要从这个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先选择你要进入的标的呢？因为它们的变化频率低。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它们变化频率很低，即使像英伟达这种的话，也是不过最近出了 DeepSeek 之后，它可能是这个波动大一点。在这个之前的话没有什么大事儿，可能也就是每这个季度出这个财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大的波动，对吧？平时可能就5%或10%少于10%的一个波动，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它的变化频率小，所以说你一旦选定了标的之后，比如说像巴菲特那样选定了那个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选定了他们之后，他不需要再去思考它更多的可能就需要考虑它的技术方面，对不对？是不是价格高了？你像苹果，它也在做差价呀。很多人觉得巴菲特就不做差价吗？他也做差价，他觉得贵了。那么他要卖一点，然后低位了，可能他再补一点。你去看他每个季度还是每个多长时间出的那个13F 的报告，他们机构也要做差价的。他们觉得估值高了，他们就也是卖呀，对不对？可能就没有说我们看的那么周期那么小那么细了，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其实也不过就是成本。那么，之所以巴菲特你去看他每个季度的交易记录的话，他也要做差价，他的成本都非常低。之所以老爷子敢这么拿这么大的资金量往里那个沉在那里面的话，他成本非常低。所以说，可能来个股灾跌个50%，人家都是赚钱出来的。你只要是赚钱出场的，你就不会太焦虑。很多人就是不能够把这个交易这个看成一个类似一个事业，或者说类似一个长期要做的一件事儿。那么就太纠结于每天那个3%、5%那么几点的一个波动了，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又没有那个水平，又控制不了。比如说这个昨天英伟达是跌了8.48%，对吧？昨天英伟达是这个日内跌了8.48%，但是你如果说拉长周期的话，你去看这8.48%一点什么都不算，或者说对成本很低的人。他一点波动对他来说无感的，你成本够低的人他是无感的。那么只有你每天纠结于这个1%、2%的那个波动的人，哎呦，这个8%可能直接把你干爆仓了。你在这个位置追进去，然后没有止损，因为做短周期交易非常难的就是纪律性。很多人这个交易不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交易纪律，根本不懂什么交易纪律，任意开仓。现在交易的成本也低了，对吧？好多交易美股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好多券商都不用这个费用的，对吧？都是免费的。那么你都是免费的，那么就会这个其实我们在应该是跟会员朋友们做有一期的周末漫谈的时候也讲过，在芒格当时是评论过这种，就是前一阵儿就几年前吧。美国的这些交易商开始对交易股票免手续费这个开始之后，有人问芒格怎么评价这个。芒格当时的评价是什么呢？
这个美国这些交易商其实是非常的恶劣的这种行为，就是他们利用了人性的这个贪婪，对吧？因为没有交易手续费了，那他就可以肆意的交易，可以过度的交易，那么随意开仓。这样的话，你其实会发现，交易越多，你越容易犯错误。如果说你没有一套体系的话，对吧？哎呦，没有交易手续费了，所以他会觉得，要现在交易的便宜了，看着那个涨了，我就想往里追；看着跌了，我就想割肉。那么其实是助长了人性的那种贪婪和有的时候他这个太随意了呀，对吧？就会严重造成过度交易。其实过度交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你没有那个耐心等待合适的买点进场的时候，那你就只能去追涨杀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要怎么能够首先其实耐心这个东西啊，你要知道什么位置进的话，可能你也有耐心，但是你一旦不懂的时候，比如说任何的这个位置你都想开仓，那你不懂啊。所以说还是要首先要明白你要干的事儿，然后才能够去慢慢培养自己什么位置进什么位置出，这样的话你才会有纪律性。或者说这个在做这个我的解盘中，或者这个做直播的时候，也很少提到这个止损。为什么很少说提止损呢？缠论里面也很少提。禅师他自己其实在文章中也说过，为什么他很少说止损的原因，是因为它是3个维度啊，又回到了那个前面，它是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完之后，它可能3、5年都不变，那么它任意位置它都可以进。它即使在这个位置进，在这个波动中，它也能把它的成本降下来，对吧？其实是任何位置进都无所谓的。如果说你想搞的这个标的3、5年都没有大问题的话，它都是一个盘旋上升的过程中的话都没有问题。你在任何位置进都能把成本降下来。你这样的话是有前2个做保证的，是有基本面和比价关系给你做保证。你才能够在做技术分析或技术操作的时候，你才能够非常的游刃有余起来。所以说一定不要觉得缠论只是一个技术分析的这么一套东西，而其实它覆盖的面特别广。那么这我们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其实很多东西涉猎的东西是很多的。那我们简单先看一下现在指数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指数现在它是有几种分析方法呢，就是在缠论里面经常用的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所谓同级别分解呢，就是以这个中枢为中心，那么以中枢为中心的时候，它会进行中枢的这个扩展和进行中枢的扩张，这是同级别分解。那么以非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你要关照它的大周期，比如说它的大周期，它的上一个周期是这个周线的这种周期，那么它大周期的你用画笔的，因为在大周期上我完全可以画笔来分析它这个结构。因为在缠论里面，小周期的话是一定不能用笔来交易的，因为笔之所以不能用笔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容易被破坏掉。这就是在小周期上尽量不要用笔去分析，而应该用线段，也就是说3笔是构成一个线段。那么在高周期的话，我是可以用笔来分析，也可以用笔来交易的，因为它的空间是够大的，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指数的话，它在大周期上，从3491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这有一个离开，然后1、2、3段，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它如果说以6147作为一个起跌点的话，那么是没有问题的。再回到日线上，也就是说从5773，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在周线上5773在这里。那么在日线上5773其实就是前面这一笔的起涨点，也就是说它周线上的这个起涨点5773到6147，这是周线上的一笔。这一笔你不能说它完全结束，因为在日线上它完全是可以构成一个中枢之后，再打一个高点，再次突破6147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想要破坏这个结构，前提就是要破坏掉5773这个点位。不破坏5773，
是不能够破坏这个周线上这一笔的结构的。那么这里完全是可以在这做中枢，对吧？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迹象，要开始在做这个中枢的第3笔，这是1、2、3笔。那么现在就看这个第3笔的内部结构，看一下第3笔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什么叫饱满？什么叫充分？是跟缠论模型比较。那么缠论的模型大家都应该，如果说学过一点缠论的话，都比较熟悉。那么这是两中枢趋势下，对吧？按照这种模型，这个的调整或这种下跌，它的结构是饱满的。那么以这种结构下来，它结束的概率是大的，没有100%的对应性，但是它两中枢趋势下之后，然后它结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说这种结构叫饱满结构。那么也就是在6147这个下来之后的这段，看一下它的内部次级别。那么现在我们看的次级别，我们把它的这个次级别的1小时给它画出来。前面这里呢，你如果说可以，因为它的第一笔啊，如果说画在这里的话，它是不够笔的。但是它的二脉是比较明显的，这里是有一个清晰的二脉，然后再到这里，到这里，然后第5段在这里。我们先这样画，我们说一下这个画的这个这个画之后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说这里的这个二脉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位置，就是针对前面这个6147它做过一次反弹确认的，在当下这个位置。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进入段或者说第一笔它是不够笔的，按照缠论的这个画笔的方法的话，那么但是它的二脉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1小时的这个二脉。你从现在这个当下看的话，如果说你能够在二脉这个位置卖出的话，你即使这是2月20号3点半，那么这是2月21号，你在周四这一天其实是卖不出去的，因为当时是一个以上涨这个收盘的。那么当天就是周四那天收盘是卖不出去的。那么在周五一开盘之后，很快就出现了顶分型，其实是完全可以卖在6109这个附近。我们以这个标普做例子啊，完全是可以卖在，只要跌破6109.6就会形成这个周线这个1小时的顶分型了，对吧？那么因为它又是对前面这个6147的一个这个确认，那么你也可以在当下这个位置你测一下它当时反弹的位置。刚好是在 0.5 和 0.618 之间，你发现没有？它这个反弹的高点没有突破 0.618， 所以说这是明显技术上的一个确认。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在周五那一天跌破6109之后减仓，甚至是一直很多人在等大跌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做空的话，你看它后面走的是非常凌厉的，对吧？所以这个二脉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现在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位，如果说能够抓得住的话。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位置不算成一段进入的话，直接就到这里的话，那就是一个1、2、3段也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在浪形里面，波浪里面的话，这是明显的一个1、2、3、4、5一个5浪结构。那么如果说以标准缠论定义的话，是一个1、2、3，但是都没有关系。那么3现在目测的话是比1是短的，说明空间小了，然后现在又形成了这个1小时的底分型了。那么有希望是这个第3笔，因为有背驰了嘛，对吧？有背驰了，有背驰就有希望。你看它这个第3笔的柱子的面积 ，MACD 柱子的面积跟前面第1笔柱子面积明显小啊，空间小，柱子面积小，然后 MACD 这是双背驰啊，典型的双背驰，所以这里是有希望能够弹出来一笔的。那么在1小时上这个弹出来一笔，我们就要关注它这个反弹的位置。那么反弹这一笔就关键了，这一笔看它是弱反还是强反。最强的或者说相对强的，最好是能够弹到这个120小时和200小时均线，正好都在这个位置，在6040附近吧。如果说直接能怼到这里的话，是相对偏强的。如果说它这个反弹连6009都碰不到的话，比如说只是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它在这里就会做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可以再次跌破5842，或者说呢它不跌破5842，给你一个二买也可以，然后走反向，这样也可以。前面这里的话就是一个1、2、3，然后右侧也开始走反向，1、2、3，甚至是可以来个4、5之后
可以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上去，这样的话有大 A 上面再做出一个大 B， 然后再结束整个的5842的一个上涨也没有问题，对吧？所以说这个走势是慢慢的生长出来的，在当下的位置你只能做当下的这个决定，这个位置你要不要参与这一笔的反弹，那么你的止损位就是在5842下面一点点，你把止损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位置下面一点？因为你如果说放的特别近的话，很容易被打掉，因为它现在已经有背驰了呀。你如果说紧贴着这个位置被打掉之后，它可以来一个破底翻上去，对吧？稍微拉开一点空间，比如说23%的一个空间，不让这个有些扫单的，在这个快速。尤其开盘或者收盘前后的这个时间段呢，它容易出现扫单情况。扫单是一个类似外汇交易里面的一个术语，就是它利用这个快速的波动，快速砸下去，然后快速拉回来，以这种方式来扫单，对吧？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你很容易被打掉，打掉的话它又拉回来，你相当于这个单就废了。那么稍微拉开一点距离的话，1%-2%的也能够承受，也不至于出现大问题的时候，然后没有走掉。对吧？如果说它真的是一个快速杀下去，你这个位置不设止损的话，那不是后面那个大的空间你就要忍受了，对吧？所以说，怎么做止损的话也是很有讲究的。这放在哪里，你的那个仓位是多少，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么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就是你进场的依据。我们任何时候进场都有依据的。这个位置又出现底分型了，那么只要不跌破这个点位5842，这里都会给到我们一笔反弹，对吧？至于它反弹高度、反弹的位置，你测不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这个反弹的这个空间到底是一个弱反还是一个强反，你只能是这个位置进了，先拿着，然后有止损的位置，它慢慢的会生长出来之后的一个空间来。而不是说我现在我就能预测这个位置是一个能到这里还到这里，好多人天天是想预测。那么预测思维，首先你要把你的预测思维抛掉，而形成一个跟随思维，对吧？先让市场走出来，然后你去跟它，先让市场走出一个底分型。这场先出来底分型，然后你才是去应对，而不是说我先往里进，然后等待市场出现底分型。那你相当于比市场，我们进场的时候要比市场慢一步，出场的时候比市场快一步。那么你不至于啊，我在这个位置进去了，你提前预判，对吧？你所谓的提前预判就是预测，晓得吧？所以说不要做提前预判，而是等待明显的结构出来之后，我才开始去做我的应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做预测呢？为什么愿意往里那个进呢？就是怕那个叫 FOMO 嘛 ，Fear of Missing Out， 怕那个踏空了。很多人踏空的心那个难受劲儿，可能比那个套牢的难受劲儿还要大，对吧？怕踏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怕，哎呦，涨上去了，我手里没有，我赶紧进点套着我吧，对吧？套着你反而踏实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不要怕那个踏空，市场永远都有机会，关键是你有没有那个耐心反而拿到那个机会。那么针对指数的话，看它生长出来一段，这个位置就是你的止损的位置，或者说往下一点进行一个破位止损，或者说呢，我们也说了，就是可以分批进也可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分个1/3仓进去了，或者说针对1小时上你分配一点仓位，被打掉了又往下延伸，那你就看一下它打掉时候的那个力度。如果说打掉的时候的力度也是慢慢悠悠的那种，带着中枢往下走的，那么你也可以忍受一点嘛。再次出现底分型的时候，我再进一点，对吧？第二次出现了，我再进一点，前面进了，这是第二次进。如果说这个又被打掉了，哎，基本上那你就看是不是有等比例的位置。我们现在也可以测一下这3段，它是不是要砸到5770？因为砸到5770的话，是跟前面这里是等比例，它完全是也可以慢慢的阴跌到这个位置，然后给你一个反弹，也可以的，对吧？没有人知道到底在什么位置真正能够出现这个拐折，这个拐点这个位置，你只能去跟踪它，你只能去跟随它。这就是我们做学缠论之后，你会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我需要跟踪走势。那么到哪儿我不知道，但是呢到哪个位置我都能跟得住，这才是关键。
跟不跟得住是决定了你的这个能否后面，比如说你那个慢慢它可以慢慢往上涨，涨到了前面这个6009这个位置，它到这个位置可以停顿一下，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你预测这个位置啊，你就全卖了，但是呢啪它又直接一个什么消息刺激直接上去了，很多这样的呀。我现在是以标普做例子，但是很多个股里面这不是这样的例子不是太多了吗？你如果说跟不住的话，那后面的这种大的上涨跟你没关系呀，对吧？所以说少做短线，这是其实我要给大部分的散户朋友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那么也是这么多年交易下来的一个心得吧。那个短线做的越多，你的心态越坏。你可以去复盘，你可以自己去复盘。那么1次2次的超短的盘内的日内的盈利，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快乐。你只有发现你长期持有，然后又是踩准节奏的这种交易，你反而是一种快乐的一个状态。那么天天做短线，把自己搞得这个紧紧张张的，然后状态是非常紧绷的，然后天天哎呦这个赚了一点，然后亏全可能2倍3倍的亏回去，那这种现象也太多了。就是少做短线。那么通过什么一种方法能够把手捆住呢？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行情来了，哎呀，一个大涨就追进去了，一个大跌就割出来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那么这个方法就是用那个把周期看的周期不能太低。如果说你要想交易这个偏短一点的周期的话，就是看1小时或者30分钟也可以。这2个周期都差不多，而且吧，这种30分钟和1小时周期出现的这个买卖的点位呢，基本上隔1、2天、2、3天就能出现一次。你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天天在那盯着盘去等待这个进出，而且盯盘其实是非常累的。有过盯盘机会的人都应该知道，天天在那里盯着这个1分钟、5分钟这种波动，虽然说这个波动是确实有，但是你能不能够那个杀伐决断的进出呢？那就非常考验人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累的。所以说把这个级别抬高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交易更顺畅，这是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抬高周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交易不是那么的盲从了，不是那么的盲目了，你是有明确的交易信号的。有没有出现底分型？非常明确的呀，在缠论里面有明确定义什么是底分型。出不出现没有可能，没有大概，它是完全能够当下判断的，这是缠论非常牛逼的一点。很多传统理论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个位置可能涨可能跌，但是在缠论里面它都是非常明确的。什么是顶分型，什么是底分型，什么是中枢，如何定义的，什么是趋势，如何定义的，都有明确的概念，对吧？你哪个理论能够给你这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位置就有可能转折，因为它出现了底分型，任何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或者说顶分型，对吧？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讲的相对的多一点，那个牵扯的多一点，然后讲的稍微细一点。这样的话每个人其实我在这里讲的更多的是分享的一个方法，那么更多的是你能够学会这个方法，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分析任意的股票，对吧？你也不怕追涨，你也不怕跌的。很多时候，你一旦选好了标的，选好了股票之后，其实很多时候追涨杀跌也好，是在你的控制之下的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你能够利用这些所谓的这些震荡，把你的成本降下来。你在这个位置追进去了，那可能在这个位置全仓买回来了，或者说利用更多的仓位买回来之后，那你的成本还是低的。所以说，还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学会。那么针对指数，我们讲了挺多了。现在还有快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会员朋友们进行提问，可以这个把你们关心的这个股票的代码打上来，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说一下，看一下英伟达这个票的这个结构。那么英伟达它的这个周线上现在是有一点变化，我们看一下，把这个清一清图形。现在主要看的是从10.81这个分析。10.81呢，它是大周期上月线的这个起涨点，也就是这个位置，对吧？这是一个起涨点，到这个最高点153，它是月线上的一笔，把这个清掉。
到153是月线上的一笔，然后呢，它前面其实还有一个高点在这里，152.89，在这个月线上啊，它这个起涨点其实可以先画到152.89也没有问题，因为153.13它是有一根毛刺儿，它这个毛刺儿是造成它破坏了前面这个153.89。如果说你画到了152.89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话它这个就比较清晰一点，它这里有顶分型，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月线顶分型，然后现在其实是下跌了有4个月了。从这个152.89之后是有4个月的一个回撤的。如果说你期待这里能够回撤一笔的话，那就需要再有一根 K 线，对吧？再打掉这个本月的这个低点，再次打掉113.01的话，下一个月也就是3月份，如果说打掉这个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回撤一笔，那就是一个递归的模式，或者说一个特殊的这个划分的一个方法。这样的话，那么从这样画的好处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位置其实还是一个买点。这个位置碰不到前面这个30附近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大月线周期的一个4浪回撤，这只是一个4浪回撤，之后还可以有5呢，甚至还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也是可以的，对吧？那你也可以从这个 10.81 测一下这个回撤的位置。现在这个回撤其实非常非常浅的，针对这个起涨点的话，它到0.382是 98.62。对吧？连 0.382 都没有踩到呢，那你有什么可惊慌的呢？这是非常非常浅的一个回撤呀，针对你长期持股的来讲，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天天一惊一乍的，那么跌了这么多还没到 0.382 呢，对吧？那我们就看一下从152这个位置下来这段的内部，这4个月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什么结构，还是说它是不是要延续下跌到这些位置呢？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次级别，这就是区间道的这个方法。那么就实际就是让你把这个显微镜的度数放大一点，对吧？度数大了之后，你看得更细了呀。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就是这个182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182这个次给它画出来，对吧？那么182这个位置的话，在这个我们把这个结构全部给它清掉之后，我们重新说一下，如果说以182作为一个起跌点分析，然后这个结构也给它放掉，那么然后把152啊，不是152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作为分割线的话，以152.89作为分割的话，它在月线上在周线上现在其实只有一笔，它只有一笔的下跌。那这里那个是出现了周的底分型的，是出现了周底分型。但是呢，这个周底分型现在是有面临的检测这个113.01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守得住。如果说能够守得住的话，先给你反弹一笔，如果说不能够突破152.89的话，那么还可以再次下来，看看是一个3笔的背驰之后，看能够上去，还是说3笔这个快速下来没有背驰，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月线上那笔的一个回撤。对吧？现在我们推演的就是它在这个结构的情况下，以113.01作为这个防守位的话，能不能够反弹出一笔来？如果说打掉113.01，那就是152.89的一个下跌延续，其实就这么点事儿。那么在这个周期上，就是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守得住。那么继续看它的次日级别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周期。那我们把这个图形给它纠正一下，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那种方法。看一下它的结构，这样的话，这个中枢就到这里来了，然后这个中枢可以去掉153.13这个位置，我们就知道它有一个高点在这里就好了，然后把这个清掉，然后这个中枢，这个现在我进行延伸，我现在进行的是这里3笔构成了一个中枢之后，那么这个中枢进行一个延伸扩展，我们把它这个中枢的位置给画出来。这其实是它这个中枢的位置，那么我们把这个中枢画一下，这是进入段，然后1、2、3构成中枢，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是延伸段。我们数一下它现在有多少？1、2、3、4、5、6、7、8、9，刚好第9段，刚好第9笔。第9笔的话，这个级别升级了，说明这个中枢是日线级别本级别中枢。那么就是看它升级之后，这个能不能够打离开，对吧？离开的话，它就需要去
看把这个113.01给跌破掉。跌破掉之后，就看它，因为跌破113.01之后呢，它就会构成这个潜在的月线上的这个回落这一笔。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143.44的下跌的内部能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能不能够去继续延续一个下跌，把这个113.01打掉，因为它现在这个 MACD 已经到这个0轴以下去了，对吧？那么这是现在它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把这个图形再给它修正一下。我看现在虽然有观看的，但是没有会员提问，不知道是今天没有会员来参与还是怎样。如果说会员参与度比较少的话，那么我就会之后的活动中取消这个会员专享提问，就全部都给所有人提问了。如果说会员参与度比较低的话，那么就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给到提问。这是我在这里说一下，那么我们就看一下143.44这里的一个回撤。好了，这就是143.44跌到现在这个最低点。那么在1小时上，我们把1小时上它的结构给它画一下，这是一笔下上下上下，对吧？现在1小时上是这么一个五浪状态。1、2、3、4、5，一个五浪，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在测一下为什么这个位置出现反弹。我们现在看一下3和5的一个空间比较，看到没有？为什么是这个位置呢？看看，等比例在117.99，刚好是浅跌破，它开盘就应该开在了117.99附近，也就是118吧。开在了118附近，然后一个下探，很快拉回来，这是典型的这个空头陷阱啊，这是典型的空头陷阱。不知道有没有人搁在118附近，或者说空在118附近，那样的话你会非常痛苦的，对不对？所以说你一旦有了这些工具的一个辅助判断，你不会去在118附近割肉啊，而且这个明显背驰了呀，明显跟3有背驰啊。所以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118附近进场了，对不对？那么你有这些依据的话，你是敢进的。它可能是往下走的时候你会在等待，但一旦拉回到118之上的话，你是敢进的呀。你就知道这个位置是其实做了一个空头陷阱啊。这也是我刚才跟大家讲止损不能够设得太近的原因，你看到没有？如果说你就设在了118这个止损的话，那就打掉之后立刻拉回来了，对吧？所以说你要留一点空间给这个市场。留一点 buffer， 这叫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 buffer， 你要留一点这个给自己也有点空间，不要卡得特别紧，这样的话就能够容忍给这个下跌的时候留一点空间。你如果说设单这个挂单的话，挂在118的话，那么下面有这么一点是能够忍受的，对吧？所以说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我们要关注什么呢？那就是一样的，反过来。这里反弹这一笔不跟刚才指数一模一样吗？对不对？跟刚才我们分析标普那个不是一样的吗？也是一个五浪下。当然了，标普那个第一笔我们不算它，所以说标普那个是一个1、2、3，然后我们说要么是弱反，要么是强反，它这不是一模一样的结构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学会了这个交易方法之后，任何的股票都能用，任何的那个标的你都能套用它。不是说，哎呀，这个票怎么看呢？那个票怎么看呢？方法都一样的，怎么看都行，对不对？那么，一样的，弱反还是强反？弱反你就那个赶紧卖掉，因为要做一个反向中枢，看它再次回落这一笔。如果说回落这笔是一个快速下杀掉116.4的话，那你肯定就要多等一等了，因为它这个可能不背驰啊，也就是说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它可以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 B 中枢来。再结束整个的143的一个下跌，对吧？如果说反向构成了中枢，回落不能够跌破116.4，那就是二买啊，你就买回来，看它能不能够快速拉上去。如果说3跟1这1、2、3这3段，第3段能够不背驰的话，
那你可以多拿一拿呀，因为它可以走出来4和5，走出4和5之后可以回来，在这做中枢，再做2个中枢，不跟刚才指数分析的一样的吗？发现没有？所以说你学会了这个缠论的方法之后，其实交易起来是容易的。那么你就知道该等什么，就是缠论是最好的分段交易方法，一段吃一段。吃了一段之后，哎，这个弱了，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我们的双触发，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两中枢了，那我肯定要卖呀，对不对？然后卖了之后，它再下来，回来之后我再看它的次级别里面是什么结构，然后看这个位置是不是给到一个2买，有2买再买回来，它可以再上去的。这就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看一下特斯拉。在昨天我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有一位朋友问了特斯拉，但是呢，当时的文字比较多，我把它给漏掉了。按顺序来讲，我应该先讲特斯拉，然后才讲那个 AMD， 但是当时没看到这个特斯拉，所以说就给漏过去了。先对那位朋友这个说一声抱歉，并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或者说对特斯拉有什么意见，而是我没看到，对吧？那我们今天说一下特斯拉，还有15分钟时间，那么。如果说有会员朋友们在现场的话，在直播间的话可以提问。如果说没有提问的话，我就继续讲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些票，或者说我觉得市场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票。那么你看它这个回落非常技术，现在最低点在27，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我的所有解盘或者我所有直播分析的时候都有水印儿。标的后面都有水印的，你立刻知道我在讲的周期是什么，因为周期在缠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任何图形你都要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周期，对吧？那么我现在讲的是周线的大周期，那么273.6没有碰到前面的271，说明它这个位置还可以是一个4浪回撤呀，可以是一个浪形的4浪回撤，没有碰到前面这个位置，还可以有5啊。在这个以138.8作为分析的话，对吧？所以说，虽然说现在已经回撤的已经非常深了，从这个起涨点182看的话，已经跌破了0.618了，这个回撤还是非常深的。那么就现在就看它，这个能不能够止跌，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停得住，还是说要再往下沉一沉，到这个120周啊、200周，在这个两根均线在这里，也就在240附近，看是不是要往下继续沉一沉。那么这个位置在周线上现在没有任何的底分型啊，但是它周线呢还是在这个 MACD 上方，快慢线还在它上方，所以说你用周线上看的话，它还没有完全进入空头状态呢，对吧？所以说就是你从大周期上看，那么这是在周线上，我们现在看一下488跌下来这段的这个日线上。好的，那么这是日线上，我们看一下。这里之前画过一根趋势线，我们看看这个趋势线能不能够再继续的起到什么作用。基本上它看到没有，倾斜角度非常这个陡的一个那个趋势线，这些都在这个趋势线下面，都被这个趋势线压着。尤其是这次反弹的时候，非常弱的一次反弹。这次反弹我们当时在忘了是在直播中还是在做解盘中是说过这个位置的，就是这段反弹呢，从325这个反弹。当时说这个反弹是可以做的，那么一旦碰不到前面的373.04，一定要卖，因为是一个4浪反弹，发现没有？最高点367.34，没有碰到前面的373，弱反呢？弱反你肯定要卖呀，你可能卖不在367.34，但是出现顶分型之后，打掉了。这是哪天？我们看一下，这是2月19号周三那天的低点之后，它最低点在353.67，打掉它之后立刻出现顶分型了。你即使卖在353也可以啊，你卖在353你也比卖在280强啊，发现没有？对不对？你即使是出现顶分型卖掉，出现底分型买入的时候，你也不至于套在这个位置啊，你是有依据交易的，它是一个4的反弹呢，是一个弱反，弱反一定要卖啊，等待第5段。那么现在第5段已经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也踩到了日线上的200天均线上，但是呢，现在这个底分型还没有，起码有一个底分型，对不对？你顶底分型交易也可以啊，顶分型我卖一点，底分型我买一点，对吧？这样的话你也不至于猜呀。做交易最忌讳的就是猜，我预测，我猜这里可能涨，我猜这里可能跌，没必要猜，我们有明确的
顶底分型的这个标准定义，我出现明确的信号我再进好不好呢？对不对？我着什么急呢？那么现在还没有底分型，我们可以再看得细一点，把这个特斯拉的第5段看一下。毕竟现在时间比较多，我可以说的细一点。但是呢，其实方法是一样的，任何的级别你只要利用这个方法都能分析。毕竟现在也没有会员提问，所以说我可以说的更细一点，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1小时上。如果说1小时上没结构的话，我可能要更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比如说30分钟，它这里结构不明显，没有明显的反弹，你发现没有？这里是有过尝试过一次反弹，但是呢没有成比，从这个高点下来，从11367下来，所以说这个周线上1小时上走得非常凌厉，一比就下到这里。我现在看一下它的30分钟上，30分钟上是有过反弹，有过那个反抗的，这里是够一比。我们把这个30分钟上给它画一下，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这个现在我可以以30分钟这个结构来做操作了。这是一笔上一笔下，然后这里有过一次反弹，然后再就没有回拉过。这里的话或者说有保安关系，对吧？这里也没有，基本上就这样。我们看一下它30分钟这个结构，它这段就是日线上这一笔在30分钟上是有明确的结构的。1、2、3、4、5、6、7，走了一个7浪或7笔都可以，对吧？在昨天我做直播里也说过，我们有模型，7浪衰竭、9浪衰竭，也就是说，到7浪的时候，它结束的概率更大，但是没有明确的1对1的这种指向性。但是呢，第7笔或第7浪它结束的概率更高，它可以来个9也可以，基本上9段。好像有那么一个理论是数9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就是它标。我看好多人在这个分析的微信群里面也好，我自己首先没有群啊，我进入过一些群，他们我看有人分析说什么数9，什么1、2、3、5、6、7、8、9，那也是类似的一个方法，对吧？跟我们那个9浪衰竭、7浪衰竭也很类似。所以说如果说给你一个9的话，那你如果说能够承受30分钟让第9段的回撤也没有关系呀。对不对？我在这个位置现在尝试做一点买一点我现在看它这笔的反弹嘛。如果说这个反弹力度强了，那我这个位置不就买到了一个拐点吗？如果说反弹的力度很弱，那就看怎么判断强弱呢？当然看前面这段的这个区间了。这里有一个类中枢，我们把这个类中枢给它画出来。什么叫类中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个标准中枢是这种，就是3笔，就是这个有进入段，有3段构成，有进入段有离开段，这种是比较饱满的中枢。但是也有一种叫奔走中枢，就这种，对吧？3笔或者叫类中枢。这也有这3笔也有重合，这种也叫中枢，但是是一个相对不够饱满或者说不够充分表达的一个中枢。那么在我们做分析的时候，它是可以用来参考这个强弱力度的。它如果说回去了，但是呢不能够突破最好的最强势状态，肯定是突破这个中枢，然后一个回落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给到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买点，然后可以往上走，对吧？这是最强势的状态。我们之所以用这个中枢的目的，就是分析当下市场的强弱表达。任何的进场交易，你都要看谁强。你做多，那就是多头强的时候你就进；谁弱的话，你肯定不愿意跟弱的一方。所以我们散户是要选方向的，我们要选边站的，对吧？我们现在市场表达合力的表达，我们就看是合力的表达。合力表达是强，我就做多；合力表达弱，我可能就减仓或者说做空。如果要有能力做空的话，对吧？你要根据技术手段来判断现在市场的强弱，用什么来分析呢？对不对？这个中枢还有中枢的这个中轨，就是用来我们判断现在多空强弱的一个标准。如果说它能够突破中枢，肯定强啊。如果说只能够回到中枢里面来，比如说到了中轨就停了，那是偏弱呀。那它可以再回来一次，给到一个2买，然后再拉上去也是可以的，对吧？那么你到了这个位置，如果说或者说到了上沿
只是能够突破到中枢的上沿这个位置，也是偏弱的呀。但是起码比你到中枢的下沿，它也有这种刚碰一下下沿，直接就再次跌破这个低点也可以，或者说给一个二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利用这个中枢的位置、中枢的上沿、中枢的中轨、中枢的下沿，用来判断现在是多空强弱，那么你就判断好了多空强弱，你就好进出了呀，对吧？所以说利用这个中枢，我们就能够判断，我在这个位置进场之后，这里不是出现底分型了吗？我怎么出啊？我不能光会进不会出，对吧？很多人就是会单向交易，我只会买不会卖，或者说只会卖不会买，那就完了。你要做一个闭环交易，那就是有买有卖，这叫一套交易，或者叫闭环交易。你的交易如果说不能闭环的话，那你的交易系统是不完整的、不完全的，对吧？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进了，我就要找位置出。什么位置出？强的时候我肯定多拿一拿呀，我肯定不卖呀，或者说我先卖一半，如果说拿不住的话，那么弱的时候你肯定要可能就全仓出去了，就在这个位置进的仓位可能全都卖掉了，我等待再次给我机会。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假的回撤到这个中枢的下面的时候又上去了，那么说明你的判断这段的判断有问题呀，对吧？你可能是这个需要降低更小的周期，或者说你这个周期不适合你，你就不做这个也没有问题，起码是吃到这一段，对吧？所以说进出一定要有依据，而且说要闭环你的交易，有进有出，有出有进。你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我买了之后不知道卖，然后在这儿来回坐电梯，那就会耽误很多事儿。因为我们的资金一旦小的话，我们需要利用这种小周期的这种震荡，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一旦成本降下来之后，你才会能够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对吧？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长期持仓。那么针对特斯拉的话，我们说的比较细一点，刚才是针对了这个从367下来这段的一个内部的30分钟上一个分解。那么30分钟现在它没办法说它结束，什么时候它能够出现反转呢？就是一定要冲上30分钟这个中枢，然后给到一个3买，然后走反向。无论是一个以浪形的模式走反向，还是一个带中枢的走反向都可以，一定要出现一个3买才能宣布这个下跌结束，也就是说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所以说想说这个特斯拉反转的话还有点早，毕竟这个第五笔或第五浪里边内部还没有出现反转呢，你怎么能说它反转呢？所以说你只能先做30分钟上的这一笔的上涨，对吧？这一笔的上涨还没结束呢，先做这一段。如果说这段回来又把它打掉了，说明前面的日线的第五浪没结束，对吧？它完全可以继续向下生长，再生长出来一个中枢，然后再结束整个的从这个367的整个的下跌也可以的，对吧？没有人说必须要一个中枢结束，也是可以2个中枢，但是也不是说必须要2个中枢。具体怎么样的话，关键的在哪儿呢？3买或者说3卖，在这儿呢。这个3买和3卖是用来判断是否继续进行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记住了吗？这是缠论告诉我们的。所以说缠论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系统，因为它非常明确，不需要你猜有没有3买和3卖，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呀，对不对？很多技术分析，哎呀，这个可能要涨吧，可能跌吧，都是可能，都是模糊的，它不够明确。那你一旦学了缠论之后，为什么好多人其实可以量化的？如果说有那个能力可以自己做这个交易系统的话，这是可以用量化，完全用量化的这个写程序能够做出来的，对吧？因为它有明确的信号，明确的定义。现在有没有3买和3卖是一眼的事儿。那么这个已经出现底分型了，那么就等待它这里能够生长出来一笔之后，对吧？123.273.6就是你的防守位啊，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标普英伟达一模一样的，都是有防守位的。你要么就是分仓进，如果说不想止损的话，如果说你又看好这个标的的话，那你就分仓，30分钟分一点仓位，然后跌破了它，我能够承受这个回落的这个空间的话也没有问题。它只不过就是让这个1、2、3就是第9段嘛，我们刚才说了1、2、3、4、5、6、7、8、9，也就是或者说是第7段没结束，或者说这第7段没结束，因为第8段还没生长出来。第
第8段只要没有生长出来，你说明这个第7段你就不能说它结束。也就是说，这是缠论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原则，就是新的一笔只要没有生成，前面这一笔你就不能说它结束，这就会让你养成了一个2个方向都看的一个好这个习惯，对吧？我现在只要新的一笔没生成，我就不能说这个下跌结束，所以说2个方向都要看，不能够说只想着涨。你买了之后，你要考虑它这里如果说不能够反弹一笔，还要被打掉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先想好你的退路，先想好损失多少，能不能够承受，我再进，对吧？先把失败的可能性想好了，那么它继续往上涨，那这不是顺其自然的事儿吗？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对吧？先想败，再想胜。你这样的话，你交易起来你就不怕了。最坏的情况我都能承受，那么盈利了，我不是更能承受吗？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怎么能够让交易立于不败之地呢？就是我把已经最坏的情况都考虑好了，都已经设置好了那个处理的方法，那你这样交易起来才会这个游刃有余嘛，对不对？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现在已经到了美东时间12:01，今天是我自己这个现挂。当然我每次的那个解盘也好，或者说这个直播都是现挂，我没有脚本的，我都是通过自己这10几年的一个交易，然后学缠论总结下来的，或者一些心得，还有一些理论的一个分享，对吧？所以说我自己讲了1个小时，但是那个那个最后在我要结束的时候，这个肯吴朋友说我们赚的市场的便宜，他必须选择方向。我们对啊，说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但是市场必须要选择方向，对吧？我们不是抬轿子的人，我们是坐轿子的人，一定要清楚，我们是等待机构，等待合力给我们抬轿子，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方向出来就好了。这就是这个你一旦有了这个系统，有了这个耐心阀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个等待，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耐心。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交易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虽然说没有人提问，但是这个吴肯朋友最后也说了几句。但是如果说会员参与度比较低的话，我可能下次的话可能就开放给所有人来参与，这样的话有更多人的提问，我这样的回答，因为毕竟还是想让更多的人学到缠论，接触缠论，这么好的一个理论，禅师带给到大家，又是免费的。给到所有人，为什么不让更多人接触到它呢？对吧？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那个。